今天尾牙出发前，我边准备边播放，我就顺利带回8000元的奖金了。而且我才刚转到新的工作，才4个月，我马上就被升官加薪了。Hello， 你好，我是 BB。我常常在我的频道里面分享很多用吸引力法则还有假设法则显化成功的故事。我也收到雪片般的来信，有很多观众都已经显化成功了哦。今天就来分享一些故事。听完之后你会觉得显化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难呢。如果他们可以的话，我一定也可以的。那首先这几个故事呢，是关于我的金钱肯定句宇宙提款机的。他说 BB 你好，我想跟你分享，在听了你的宇宙提款机之后，我去买了刮刮乐，我竟然连续中了6张，第一次体验到这样子。在这之前，过年的刮刮乐中奖次数用1只手都算得出来。谢谢 BB， 谢谢宇宙。哇，竟然连续中了6张好厉害哦。他说上次我中了200元发票之后，我又中了500元发票了，超开心的。而且我还中了乐透300元，我真的超过1年没有中发票了，真的太强了，宇宙提款机。他说感谢 BB 分享的宇宙提款机，今天尾牙出发前，我边准备边播放，我就顺利带回8000元的奖金了，打破我多年来没有中奖的历史。自从听了 BB 的显化分享还有正能量影片，我觉得我的工作跟财运都越来越顺利了，而且我打从内心相信自己是幸运的人，很棒哦。他说昨天开车在家里附近找停车位的时候，我绕了一圈都没有位置，于是我就开始边听 BB 的影片边感谢老天爷让我找到一个停车位，谢谢谢谢谢谢。我也在脑中想象有一台车子刚好离开的画面，结果我才绕第2圈而已，就刚好有一台车发动要走了，不到30秒就显化了，真的是太神奇了。显化停车位也是一个很棒的练习哦，如果你不知道显化什么的话，就可以先从停车位开始哦。他说谢谢 BB 分享的感恩日记还有未来日记。我们家的75寸电视机被闪电击坏了，已经3年了，一直都没有钱去买75寸的电视，结果今年暑假老公突然积极的决定要买75寸的电视，而且还安装了网路，真是太神奇了。因为怕再被雷击，所以只买了29000元的，可是还是实现了我的梦想哦，很开心。他说上个月我的女儿顺利生产，入住月子中心，本来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可是没想到第2天晚上我就接到她来电哭泣的声音，明明是开心的事情，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呢？原来是有一点产后忧郁症的情况，于是我马上教她开始写未来日记还有感恩日记，写了2天，她整个人都改变了，变得非常开心有希望，而且也很感谢新的生命，每天都很开心感恩的跟小 baby 在月子中心休养。我也马上买了一本未来日记送给她，她也在这期间培养出写未来日记跟感恩日记的习惯，非常开心。第2件事情是昨天公司尾牙，往年经验都没有中奖运的我，从来都不敢奢望中奖，而今年因为看了你的影片，想说我也来试试看显化。就如你所说的，我在内心慢慢的酝酿，想要改变自己的平庸体质。因为我家里什么都不缺，我就是希望有一台扫地机器人也不错。但是尾牙当天的奖项没有扫地机器人，我也不知道要显化什么了，随便，反正只要能中奖就好。于是我在入座之前照了一张照片发在 IG 上面，我预先 po 了中奖预告文，我写说公司尾牙中大奖耶！结果在尾声时我真的中大奖了，我抽到总经理奖，是 iPhone 16，我就马上 po 出真正的中奖文，恭喜尾牙中大奖 iPhone 16，真的是太开心了，哇，好棒哦！从来没中奖的他竟然直接抽中总经理奖，好厉害！他说我关注你的频道有4个月了，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吸引力法则的存在，我也相信过一阵子，可是后来有一点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直到今年8月我偶然看到你的显化影片，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我告诉自己我会意外的得到200块美金。才过1个周末，当我打开信用卡 App 的时候，发现里面的余额是-200，负数就代表是有钱进账。我想应该是有朋友用我的推荐连结办信用卡得到的奖励，真的是太神奇了。
因为一般的余额都应该是正的，不太会是负的。这件事情过后，我就信心大增。我今年1月开始学习小提琴，我一开始是用租的，因为小提琴有点贵。我的老师说我拉得非常好，如果想要继续拉小提琴，其实可以考虑买一把自己的琴。后来我就开始练习显化，我告诉自己说，我会有一把我自己的小提琴。我也开始写感恩日记，然后想象着我拉着那把小提琴，我会想象那把小提琴的外观、颜色、光泽还有音色。我觉得拉着那把小提琴很开心。我的老师说，因为我住的这个州买小提琴的选择并不多，他建议我去加州买，或者是我12月回台湾的话，也可以顺便买一把小提琴。在差不多11月的时候，我买了一支股票，刚好股票涨了，而且就是我打算买小提琴的预算，所以我就把股票卖了。我就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钱送我一把小提琴。后来我决定回台湾的时候买，我的老师建议我找一个会拉小提琴的朋友一起去挑，这样才不会被割韭菜。刚好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以前是念音乐班的，他说可以陪我一起去买琴。因为时差的关系，我传讯息给他之后，我就去睡觉了。没想到隔天醒来，我看到他的讯息说，他妈妈以前有一把小提琴已经没有在用了，如果需要的话就直接送给我。而且那把小提琴的价格比我原本的预算还要多1万元台币。当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惊讶。后来我朋友给我这把小提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自己也不记得有这一把琴，是刚好跟他妈妈聊天的时候，他妈妈才说他其实有一把没有用的琴可以送给我。当我看到这把小提琴的时候，它的外观跟颜色就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是有一点复古的。真的非常感谢我的朋友，还有他妈妈，还有这个丰盛的宇宙，很酷哦，超酷的。好，他说谢谢 BB， 我听了你的显化分享，我也买了一些推荐的书籍，实际应用之后我真的显化了。有一天我想喝香菇鸡汤，香菇鸡汤的味道就浮现在我脑海中。过了几天之后，我去女朋友家拜访的时候，刚好她的妈妈留我下来吃晚餐，当天的饭桌上就有香菇鸡汤，而且我还得到手工腌制的梅子，还有梅子酒等等丰盛的礼物，而且我也显化了刮刮乐中奖，真的很感谢，宇宙订单来得如此快速，真的很惊喜，谢谢你也把这份幸运送给大家。好，他说前几个月开始听你的影片，11月份我中了发票1900元，然后你在分享别人显化星巴克的那一阵子，我的老师也突然送我2杯全家的咖啡，真的好开心，感谢宇宙。他说谢谢 BB， 我透过你教的方法，我整理出了最适合自己的显化方法，我真的成功显化了好多东西，例如最近有3场圣诞节抽奖活动，平常每一个人只会交换到1样礼物，但是我每一次都可以得到2份甚至是3份的礼物，如果我交换到只有1份的时候，也是非常好的礼物，真的是太幸运了。而且我才刚转到新的工作，才4个月，我马上就被升官加薪了，真的就调离开了我原本不喜欢的上司，直接换到直属上司就是董事长，真的是太神奇了。所以他被升官加薪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哦，真的很厉害。再来他说，我常常看你的影片，我也想跟你分享我顺利找到我想要的房子的故事。我在外面租房子也已经7、8年了，在省吃俭用辛苦的存到头期款之后，我也开始找房子。相信有在找房子的人一定知道，找房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长辈对风水非常在意，要找到能够符合全家人的希望的房子真的很困难。这段时间我看了很多间房子，不是内部格局很奇怪，要不然就是附近有一些长辈不喜欢的设施。我们大概看了1、2年，有一天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面写我要的房子，我写下几个符合我们全家人需求的条件，例如说厕所一定要有窗户，附近不能有讨人厌的设施，要离市区很近，格局要方正等等的。后来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直到有一天刚好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刚上架的房子，我们马上填预约单，当天去看房，这房子几乎满足我们全家人的期望，采光好，通风好，而且也刚好是我们一家人能够负担的边缘。一直到后来装潢已经完成之后，我才偶然翻到这本笔记本，我发现我们的房子真的符合每一个条件，
宇宙的安排真的很神奇。前面看房子，虽然很多次都很失落，但是一切都有利于我，因为现在的房子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家，也符合我们一家人的期待。感谢宇宙的安排。好，这故事很棒。如果你现在有在找理想的对象啊、工作啊，或是房子啊，你要知道，宇宙的安排都是非常巧妙的，你一定可以遇到最适合你的东西。所以，就算一开始你没有看到适合你的，也不要着急哦。你可以把你想要的条件先一个一个列下来，像这样子。之后，当你遇到它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每一个条件都符合哦。谢谢大家跟我分享这些故事，也可以继续留言哦，或者是 IG 私讯我你的故事。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显化的朋友，我有非常多影片，都在讲一些成功的故事或者是显化方法。这边就有一个76分钟学会显化，完全不藏私，非常精彩，可以去看看哦。看完之后，你一定也会学会显化的。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影片，也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哦。你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鼓励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